数万年了，老子终于回来了！哈哈，王林，老子的这副肉身，你看怎么样？干他娘的，数万年了，老子终于有了肉身，哈哈！以老子的修为，此番有了肉身，定要好好快活一番。据说凤鸾星的女修个个都是元婴饱满，老子当年就一直想去，这次离开后，说什么也要去好好乐乐。王林，你去不去？王林眉头紧皱，看了看眼前这个童子，平淡的说道：“不去。”这童子便是司徒南，他夺舍成功后吞了4祖，使得自己融合身体的时间加快。此刻虽说没有完全融合，但修为却是也达到了问鼎期。你这人太没意思了，修仙修个屁啊！知道老子为什么修仙吗？司徒南眼睛一翻，说道：“我告诉你，老子修仙的目的，便是想要霸占天下美女，抢夺天下宝物，干掉一切看不顺眼之人。这就是老夫当年在4圣星修仙的真正目的。否则修炼那么枯燥，谁能忍受？老夫当年修炼至筑基期时，便决定放弃修炼，偷偷逃出门派，去了一个几乎没有修真者的小国家，在那里混了个亲王，夜夜笙歌，每天都有女人服侍，那个舒服啊！遇到不顺眼的，老子一个法术过去，立刻解决。10年啊，老子在那个国家待了10年。”司徒南眼中露出追忆之色，显然那段日子对他来说很是怀念。王林身子一动，向前飞去，口中平淡的说道：“既然这么舒服，为何不在那里享受一辈子？”司徒南脸上露出气愤之色，说道：“你以为我不想啊？若非有个杀千刀的结丹修士过来找我麻烦，老子这一辈子都在那国家享受了。那结丹修士修为比我高，老子费尽千辛万苦这才逃命，后来一咬牙继续修炼。这次老子忍受了几10年，修炼到了结丹期，又一咬牙，直接修炼到了结丹后期，这才重新出关。”王林哑然失笑，看了看司徒南，说道：“然后你去报仇了？报仇个屁！那个结丹修士早就被人干掉了。我出关后找了一个2级修真国，在那里继续过着我的夜夜笙歌的日子。那些筑基女修天天陪着老子，那小日子别提多么愉悦了。还有凡人皇宫里，老子是和皇帝一样的什么一字并肩王，那皇帝小家伙符合老子性子，什么好东西都给老子享用。那生活现在想起来我都特别留恋。”王林摸了摸下巴，笑道：“是不是后来又遇到了元婴修士？”司徒南眼睛一瞪，说道：“没错，不到3年，就有个不开眼的元婴修士看中老子一个筑基女修的颅顶，老子打不过他，只能逃跑。干他娘的！老子一气之下再次闭关修炼，这次直接达到了元婴后期才出来。从那之后，3级修真国老子轮流的做亲王，享受天下美女，当时不知多少道友都羡慕的不得了。”王林大笑，说道：“然后呢？莫非你又遇到了化神修士？”司徒南叹了口气，说道：“倒霉嘛，不到10年，老子杀了一人，惹下一个化神中期的修士，险些身亡。后来被一代朱雀救下，那时候他还不是朱雀呢，就这样与叶无忧认识。可他的修为那时也不高，总不能救我一辈子吧？后来我无奈之下，只有放弃我的那些美女，再次逃命。这一次，老子学聪明了，闭关修炼，感悟人生，终于突破了元婴，达到了化神，并且一直修炼到了化神后期，这才重新出关。”王林听着司徒南的修仙之程，倒也觉得有趣，于是问道：“接下来呢？”“接下来当然是报仇了。老子上门去把那化神中期的修士干掉，然后又找个了修真国，继续享受。可惜好景不长，叶无忧找到我说要和我一起去仙界，然后就是仙界之行，弄得大量的仙玉。老子闭关之下达到了阴变期，本想找个修真国继续当亲王去，反正以老夫那时候的修为，能惹我的也不多了。老子也不想修炼了，太枯燥，只想下半辈子在享乐之中度过。可叶无忧那个老匹夫和我说要玩，就要玩出4圣星，自己弄个6级修真国出来，到时候想怎么玩就怎么玩。老子一时头昏，上了这老贼的当，同意了。干他娘的！为了这个理想，老子没日没夜的修炼，与他东奔西走。最后他成为朱雀国所有宗派之主，我2人一起拼搏，最终硬是把一个4级修真国一步一步发展到了6级。老子与他相继问鼎，被修真联盟赐予了这个鸟不拉屎的朱雀星。老子当时带着满腔热血，想要在这朱雀星上好好玩一玩，可惜没想到这里居然有仙夷族，这仙夷族敢抢老子的东西，岂能放过他们？当时那一番大战，昏天暗地，仙夷族有几个娘们不错，当时被老子抢了过来，玩了个遍。后来叶无忧牺牲自己，与几个老朋友一同封印了仙夷族，老子当时心灰意冷，准备离开朱雀星，随便找个弱点的修真星上继续当亲王去。可惜叶无忧这个老贼，临死也算计我一把，让我当2代朱雀。接下来的事情你都知道了，老子被人破去肉身，藏在天逆内，一直到遇到了你。这一次老子有了肉身，先去报仇，报完仇一定要去凤鸾星好好玩玩，然后在那里找个修真国，继续过老子的亲王日子去。我和你说，王林，修仙那玩意差不多就够了，人生还是需要好好享受为好啊。
司徒南眼中露出一丝感慨，好似看破了人生一般。我与你的道不一样。王林平淡地说道，他目光平静。司徒南的人生，他听了也就听过了。王林知道自己不可能做到那般洒脱，享受人间一切。不知从何时起，王林的内心开始追求了修炼的真谛。他想要知道修炼的终点到底在何处，这是他与司徒南不一样的地方。司徒有他自己的精彩，王林也有王林的骄傲。他的骄傲便是一步一步走向巅峰，一步一步达到修仙的顶峰，问鼎天下，知晓天道真情。司徒南认真地看了王林一眼，他第一次发现自己对于眼前这个看着长大的孩子，好似从来没有真正的认识过。尤其是现在，他对于王林突然有了一丝陌生，只不过这陌生之中还有一丝依稀的熟悉。说陌生，是因为这种表情他从来没有在王林身上看到过，这是一种对于自己的道路的骄傲。司徒南内心很讨厌这种表情，因为这个表情他此生除了王林之外，还在一个人身上看到过，那个人便是让他既尊敬又可恶的一代朱雀叶无忧。从心理上讲，叶无忧对于司徒南来说，好似大哥一般，属于亦师亦友的存在。司徒南虽然桀骜，但他却重恩，叶无忧对他的恩很多，有些事情他无法说出口，但却记在了心里。所以以他的性子，明明想要离开，但却因为叶无忧的一句话，甘愿放弃理想，成为了二代朱雀。他内心更多的是帮叶无忧守护朱雀心。从他与叶无忧第一次见面，叶无忧脸上便是这种表情，一直到叶无忧死，他始终都是骄傲的。从一个4级修真国的低辈弟子，一步一步走向巅峰，成为一宗之主，再次跨越后，把持国内所有宗派，成就一国之主。随后更是以大毅力，生生把4级修真国提升至5级，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下，再次提升，达到了6级，成就6级修真国，获赠朱雀星。这一切都是因为他是叶无忧。若是没有他，此刻的朱雀国仍然还是4圣星上一个毫不起眼的4级修真国罢了，甚至灭亡都很有可能。此刻，司徒南在王林身上也看到了这同样的表情，他心里极为复杂，暗叹一声，说道：“算了，这一切现在谈之都还尚早。目前最重要的事情，便是把你送入朱雀墓内，从修心之经上抽回命魂。王林，那朱雀墓内受修心之经奇异之力笼罩，除了朱雀子，问鼎修士无法踏入，只有鹰变修士才可以进入。所以这一次我无法给你帮助。不过你放心，即便是你取得命魂失败，老夫也有方法可以让你把命魂拿回。只不过非常麻烦，所以如果你能自己取得，那是最好。”司徒南说道。王林点头，目光投向朱雀国，平淡的说道：“朱雀星的事情该了结了，取得修心之经后，我就会离开朱雀星。司徒，星空很大，希望你我日后还会有相见的一日。”说完，王林化作长虹向远处飞去。司徒南哈哈一笑，身子一动，追上王林，与他一同飞行，口中笑道：“现在说这些太早了，等到离别之时再说不迟。不过我相信你我二人还是会相遇的，如无意外，我会在凤鸾星上混个亲王当当。”司徒，问鼎之上是什么境界？飞行中，王林忽然问道。问鼎之上，司徒南飞行之中，身子一顿，看向王林。问鼎之上的境界，等闲修士不会得知，这并非元婴化神之类，只要是修士均都知晓，因为达到问鼎之上的修士实在不多。司徒南沉声道：“问鼎是一个巅峰，同时也是一道门槛。绝大部分大神通的修士都是在这个门槛内停滞，无法攀升，直至寿元断绝而亡。可一旦突破了这个门槛，摸索到了下一个境界的边缘，寿元便会延长无数倍。虽说不能与天地同寿，但却可以增加很多。老夫当年没进入天逆珠子前，便有所领悟，这才在天逆的奇异之力下，可以存在数万年而不灭。但这并不是说老夫寿元无限，时间到了，若是还没有突破，同样会归西。逃脱天地轮回的不是没有，但往往都是一些低阶修士。达到问鼎期，若想逃脱轮回，实在太难。轮回天道会根据修士的修为产生不同的轮回之力，所以我之前才会说，低阶修士躲避轮回的机会要大很多，前提是有高阶修士帮助。王林点了点头，他想到了当年帮助李木婉对抗轮回使者。问鼎之后，便是碎孽三境。司徒南深吸口气，眼中露出一丝感慨。碎孽三境，王林目光一闪，不错，碎孽三境，这也是当年一代朱雀叶无忧从修真联盟获得赏赐后回来时对我提及，否则的话，这些事情只有老夫成为朱雀后才会知晓。司徒南轻叹，带着一丝惆怅与追忆。碎孽三境，一境亏孽，二境净孽，三境碎孽，这三境便是问鼎之后的无上之道。司徒南沉声道。王林深吸口气，眉头微皱，说道：“碎孽三境之后呢？可是达到了顶峰？”司徒南摇头说道：“
哪有那么容易？这碎孽三境只不过修仙之旅的第2步罢了。不过碎孽境大圆满的修士，在修真联盟内也可以算是一代强者，极少有人敢惹。传闻中，修真联盟的一些老怪，也没有人真正的突破了碎孽境。王林沉吟少顷，看向司徒南，说道：“你现在达到了亏孽。”司徒南苦笑，摇头说道：“哪有那么容易？问鼎与亏孽之间，尚有2道关卡，分别是阴阳2异。这阴阳2异说的是意境的变化，并非是虚幻与是实质的区别，而是一种更高的体会。这一点，每个人的道都不同，我也无法说得太过详细。只有意境经历了阴阳2异的洗涤，才拥有达到亏孽初期的资格。我当年没有进入天逆珠子前，意境摸索到了阴翳的边缘，在天逆珠子内这数万年，虽说无法修炼，但却也感悟很深，阴翳达到了圆满，只需意境感悟阳翳洗涤，便可寻觅一地闭关，冲击亏孽期。”王林目光一闪，说道：“朱雀子是什么修为？他是否也处于亏孽之前的阴阳2异？”司徒南眼中闪过一丝不屑，说道：“他问鼎后期，此生怕是没有资格感悟阴阳，更不用提亏孽期了。只不过他属于比较特殊的一类问鼎修士，虽说比之感悟了阴阳2异的修士还是不敌，但一般的问鼎后期却是斗不过他。”王林双目闪动，说道：“修真联盟朱雀封号。”司徒南眼中露出赞赏之色，点头说道：“没错，他是封号问鼎修士。这一类修士在问鼎之中站在了巅峰，因为他们掌握了修真联盟赐予的特殊神通。叶无忧当年从修真联盟回来后，掌握了一个大神通之术，名为朱雀印。此印诀威力惊人，若非使用时消耗寿元，不可无休止运用。那么，除非是阴阳2异全部感悟的修士，否则问鼎之中少有敌手。不过，修真联盟赐予的神通之术与仙宝一样，也分等级。朱雀印是一套低阶神通，但仅仅如此，就使得或者朱雀子封号修士的实力大范围的提升。可惜这朱雀印只有继承了修心之心后才可以施展，否则你若学会，实力定可大增。历代朱雀修炼的朱雀诀，便是一代朱雀叶无忧通过朱雀印推演而出。修炼此诀，不但使得修士修炼速度加快，尤其是拥有了修心之心后，更是可以加固与此心的融合，达到真正的封号问鼎实力。王林沉吟少顷，目光一闪，问道：“你刚才说仙宝也分等级？”“当然，仙宝是以仙力施展的宝物，此物分为低、中、高3阶。”司徒南目光一凝，说道：“传闻之中，在仙宝之上还有一类宝物，这一类宝物只有碎孽期修士才可使用，强大无比。我怀疑天逆珠子便是这一类宝物。”王林摸了摸眉心，沉默少许，一拍储物袋，仙剑在手，他看向司徒南，说道：“你看我这把飞剑是哪一类宝物？”看到仙剑，司徒南双目猛地一亮，右手一照，此剑飞到他的手中，他拿着此剑，左手在其上一抹，闭上双眼，静静的感受。王林表情平静，他对司徒南极为信任，否则也不会把仙剑让对方查看。少顷，司徒南猛地睁开双眼，目中露出强烈之芒。他拿着仙剑，体内仙力流动，这剑在他手中立刻散发出一股滔天的剑芒，比之在王林之手强大了无数倍不止。好剑！司徒南轻声道。他右手向前随意一挥，轰轰轰，一连串震惊天地的巨响，蓦然间从虚空之中传来。紧接着，一条一眼看不到边际的巨大裂缝，好似狰狞的伤口一般，横空出现在虚无之中。狂猛的寒风从裂缝内呼啸而出，转眼之间，大地几乎成为了冰凉。好剑！司徒南摸着此剑，抬头看向王林，沉声道：“此剑，你从何处得来？”“仙剑，故人之物。”王林目光至始至终都很平静。这是一个中阶仙宝，可惜其内剑魂无法与此剑彻底融合，威力受限。另外，此剑应该不是一把，我拿住它时，挥舞中有一股残缺感。此剑应该是4把，4把合一后，便可成为极其少见的高阶仙宝。可惜，仙宝一旦达到了中阶，便有了魂技。这魂并非我们修士的魂魄，而是一种独特的使用方式。若是没有这种使用的方法，就不可能发挥出全部的威力。好剑！司徒南几乎爱不释手。中阶仙宝，王林眉头微皱，他本以为此物是高阶仙宝。司徒南眼睛一瞪，不满地说道：“怎么，中阶仙宝看不上眼？我告诉你，整个星空，中阶以上仙宝的数量是有限的。到目前为止，我还没听说谁能够制作出中阶仙宝。若是低阶仙宝，倒也有一些修士可以炼制而出，但中阶以上仙宝根本就不可能炼制出来。眼下所有的中阶以上仙宝，都是当年仙界的遗留之物。绝部分修士手中的仙宝，大都是低阶，中阶极为少见。日后你离开朱雀星，便可知道中阶仙宝的珍贵程度，那几乎可以引起一场战争。”王林神色一动，他想到了当年的仙界之行，剑尊凌天后与几个老怪正是为了仙剑才展开了一场疯狂的抢夺。
这些人的修为绝对超过了问鼎，以他们的实力，面对仙剑都要为之疯狂。由此可见，司徒南此话有一定道理。中阶仙宝就已经稀少了，高阶仙宝更是少之又少。老子修炼这么多年，走过的修真星也有一些，但从来没见过一个高阶仙宝存在。你小子真是幸运。司徒南轻哼：“你可有此剑之魂技？”司徒南抬头问道。王林沉吟少许，说道：“有线索，可惜却无法找到。”哦，说来听听。司徒南立刻问道。王林摇头，说道：“往事不提也罢。”司徒南微微一笑，看向王林，说道：“此剑送我如何？”王林望着司徒南，说道：“你是认真的？”司徒南犹豫了一下，叹了口气，把仙剑扔给王林，说道：“罢了，若是别人，老子直接抢走你的东西。我这张老脸还真有些不好意思。”王林笑了笑，接过仙剑，说道：“此剑不是我的，不然送你也可。”司徒南轻哼一声，说道：“若非老子储物袋早就没了，现在一个法宝没有，老子才不稀罕呢。当年低阶仙宝，老子也有2件。朱雀子的仙宝多。”王林目光一闪，似笑非笑的说道：“朱雀子的那些仙宝都是低阶不说，而且巨大部分都是一代朱雀叶无忧搜集的，老子不好意思去抢。”司徒南眼中露出可惜之色。司徒，你看此物是什么品阶的仙宝？王林沉吟少顷，一拍储物袋，驱兽圈出现在他手中，一抛之下，此圈砰的一声化作射神车，狰狞的飘在前方。其上的魂兽立刻睁开凶目，低吼着从射神车上幻化而出，发出剧烈的咆哮。司徒南看到此车后，立刻一怔，但紧接着其双目顿时闪烁明亮之芒。仙宝虽说是低阶仙宝，但却是低阶中极强的那种，无限的接近中阶。小子，你手里的宝贝怎么这么多？这头魂兽如果道行再深些，便可使得此物达到中阶品质，也说不定。司徒南双目大亮，盯着射神车说道：“低阶吗？”王林目光一闪，射神车他有3个，眼下这个是魂兽最小的一个，其余2个均都是比之强大数倍，尤其是最后一个更为强大。这种以仙兽之魂制作仙宝的手法，我当年在一些古籍上看过介绍，唯有仙界才能制作而出。仙界破碎后，这一类法宝几乎灭绝。可惜这一类法宝虽说也是低阶仙宝，但却与中阶仙宝一样，需要特殊的印诀才可使用，勉强运用，无法发挥真正的威力。可惜。司徒南叹气，他对王林此刻心底有些佩服。按道这小子修为不高，但法宝却是不少。自己当年像他这样的时候，手里可是一件仙宝都没有。王林看了看司徒南，从储物袋内拿出一枚玉简，神识一动，在其上留下一些印记后，一甩扔给司徒南：“你看看此物。”司徒南接过玉简，神识一探，顿时面色大变，抬头盯向王林，说道：“这是操控此仙宝的印诀？”“没错，使用此印诀便可操控这射神车，而且我可以保证，这印诀是制作此车之人亲自留下。”王林点头，似笑非笑地望着司徒南。司徒南立刻把玉简收起，嘿嘿一笑，说道：“莫非你要把这射神车送我不成？”王林神色如常，右手掐诀，隔空一点射神车，顿时此车蓦然一震，一道黑芒从其上闪烁而出，幻化成为一个驱兽圈，向王林飞来。“送你何妨？”王林抓住驱兽圈，收入储物袋内。司徒南要去报仇，手里如果没有什么法宝，王林有些担心，所以这射神车他便送给司徒南。有了此宝，以司徒南的修为，报仇的把握会大很多。没有了驱兽圈的控制，战车之上的魂兽顿时咆哮一声，包裹住射神车，立刻移动之下向远处疾驰而去。司徒南哈哈一笑，身子一闪，立刻追了上去。“别跑，来和老子玩玩！”朱雀大陆东南西北4个方位，仙夷族的4方大军此刻黑雾滚滚，积郁遮天。东部仙夷族大军中，五祖目中寒芒一闪，右手向前一挥，口中轻声道：“3个月期限将到，朱雀国灭亡之际来临。”他话音一落，身子蓦然一动，带起大量的黑雾，连同身后的仙夷族族人顿时呼啸而去，目标正是朱雀大陆最中心位置的朱雀国朱雀山。与此同时，其他3路仙夷族族人几乎没有先后，纷纷呼啸而走，向着朱雀国展开了最后的进攻。在朱雀大陆上，2棵巨大的轮回树此刻也是闪烁青芒，从其内运化而出2个全身散发金光的祖灵。这2个祖灵眉心之处都有10叶植物闪烁，他2人出现后，移动之下同样向着朱雀国飞去。朱雀国方面，4方防线顿时吃紧，在仙夷族的进攻下节节败退。这是一场大阵，整个朱雀大陆无时无刻都在颤抖，大量的法术神通产生的声音不断的传递开来。朱雀山上，朱雀子站在其上，一身红袍随风飘动，满头白发更是徐徐挥逸。他的身影站在那里，
一动不动。楚云飞离开了。地破门的那位问鼎老怪也躲藏起来，闭关不出。此刻，整个朱雀国就只有朱雀子自己一个问鼎修士。他的身影透出一丝没落与孤寂，但更多的却是一股疯狂。朱雀星的修士，老夫朱雀子，你们不用守了，让所有的现彝族之人过来。钱锋、柳梅，你二人也过来。朱雀子的神念在整个朱雀大陆横扫。朱雀星防守的修士听到这个声音后，纷纷停止了斗法，暗叹一声，四下散开，各自逃命。没有了修士的阻拦，东南西北四方修士大军好似狂风一般，向着中心位置的朱雀山呼啸而来。若是从上方看，可以看到整个朱雀大陆此刻被四股黑雾弥漫，这四股黑雾疯狂地向着中间扩散，速度极快。朱雀子背着双手，抬头望着蔚蓝的天空，自语道：“一切都将了结。”没过多久，两道身影一前一后从远处闪烁而来。这二人一男一女来到朱雀子身旁后停下，正是钱锋与柳梅。钱锋身穿一袭黑衣，双目露出邪异之芒，此刻面色阴沉，盯着朱雀子，一语不发。柳梅依旧美丽，一身白纱，看起来仿若仙子一般。此刻她秀眉紧皱，沉默不语。朱雀星的实力无法抵抗仙彝族，今日钱锋、柳梅，你二人会经历一次生死考验，是生是死，就看你们的造化了。朱雀子的背影带着一丝孤寂，沉声说道。此刻天空之上，四面八方黑雾好似怒浪一般呼啸而来。东部黑雾中只有一人，此人中年，一身灰衣，好似文士。他一步之间便来到朱雀子身前100丈外，停下后平淡的说道：“朱雀子，在下先彝族5祖。”西部黑雾中同样走出一人，此人年纪不大，看起来颇为年轻，全身上下充满了符文印记，只不过此人的印记并非黑色，而是金色。若是亡灵在此，一眼便可认出此人是谁。先彝族少族长见过朱雀子。此人平缓的说道。南部黑雾中走出3人，这3人一步之下跨越了距离，来到了朱雀子100丈之外。其中2个身体呈现虚幻之态，盯着朱雀子，一语不发。另外一人则是一个女子，此女眼中带媚，相貌娇美。她扫了一眼朱雀子，轻微一笑，说道：“小女子先彝族3祖见过朱雀子。我身旁的这2位是我先彝族祖灵灵士。”北部浓雾云涌中，云雀子的身影渐渐出现，他望着朱雀子，轻声说道：“师兄。”朱雀子猛地转头，盯向云雀子，孑然道：“我应该称呼你云雀子呢，还是二祖？”云雀子摇头说道：“称呼罢了，师兄随意。”都出来了，那么你们先彝族唯一的一个11叶束咒师一祖，你也出来吧。朱雀子目中寒芒闪动，抬头看向天空，只见一团五彩金光，此上方闪烁凝聚，一个全身几乎透明的虚影慢慢凝实，自半空渐渐落下，看向朱雀子，缓缓说道：“朱雀子，这位一祖相貌极为平凡，没有任何出奇之处，但他却可以一掌之下便惊走楚云飞，实力极强，与修士中的问鼎后期相差不多，甚至在某些方面要略有超越。师兄，我们并非想要毁灭朱雀星，只是想寻求一种共存的方式。你若答应交出修心之精，此战可免。朱雀星我们一分为2，彼此绝不干涉。”云雀子沉声道。朱雀子哈哈一笑，眼中露出嘲弄之色，说道：“若非你们惧怕老夫毁了修心之精，恐怕此刻早就一起出手，何须这般废话了吧？”狂妄！5祖目光一闪，右手一拍额头，顿时一个符文出现在其身前。他左手在符文上一点，张口喷出一口鲜血，喝道：“印！”那符文顿时充满血色，散发妖异红芒，一闪之下，疯狂的呼啸而出，转眼间便向朱雀子落下。5祖知晓朱雀子强，这一击只是试探，他甚至连身子都未接近。朱雀子眼中寒芒一动，冷笑，也不见他有什么动作，只是身前金芒一晃，顿时那落下的符文立刻传出咔咔数声，一道道阵眼大小的细纹顿时出现，顷刻间符文砰的一下崩溃了。与此同时，5祖面色一变，身子顿时退后，但见他眉心之间此刻出现一个血点，鲜血流下。先彝族一祖眉头微皱，身子一踏，来到了5祖身前，右手一抓之下，顿时一根金色细针出现在他手中，只不过此针刚一出现，便立刻消失无影。朱雀子面色阴冷，身子一跃而出，他速度太快，快到除了一祖与云雀子之外，所有人都没有看清半点。朱雀印攻！虚空中传来朱雀子沧桑的声音。他身影出现时已在半空，右手向前一点，顿时天地色变，从朱雀子的身体内蓦然间扩散出大量的火焰。这火焰疯狂的宣泄，转眼间包裹了4周1000丈，大地顿时出现阵阵皲裂的烘烤迹象。除了云雀子与一祖之外，其余数人立刻后退，避开这火焰的冲击。与此同时，一条火凤凰
从朱雀子的身体内幻化而出，在半空厉鸣一声，整个身子蓦然间一缩之下，好似流星一般从天而降。仙彝族一组身子一动，冲向半空，他身体上散发阵阵黑芒，抬起右手向前一点，顿时他眉心之处一株11叶植物妖异的盛开，其中一片叶子瞬间脱落，顺着此人手指所点之处蓦然飘去。那火凤凰厉笑一声，居然直接穿透了那片叶子，穿透了一组的身子，从他身体透出后，向着被阻拦在一组身后的五组冲击而去。他的速度太快，几乎眨眼间，火凤凰落在了五组身上。轰！巨响过后，火凤消失，五组顿时惨哼，全身立刻燃烧起来。3息过后，五组身亡。朱雀子面色苍白，双目暗淡，全身散发出浓浓的死意。朱雀弓印是以兽元催发，以他现在的兽元，只能发出2击，2击过后立刻死亡。这朱雀印一旦以神念锁定目标，便不可改变，世间万物不可阻拦。他不会伤害到一组，但对于锁定的五组却是一击而死。若是锁定一组或者云雀子，这朱雀印无法起到一击而亡的效果，但却可以使其受伤。所以朱雀子没有对一组或者云雀子施展，而是一举杀了较弱的五组，先行夺人生势。朱雀印，一组盯着朱雀子，一字一字地说道。五组的死亡对于仙彝族的这些人来说，好似极为寻常，没有任何悲愤之色露出。师兄，你还有一击，不过这一击之后，你寿元将会彻底断绝而亡。我给你3个月的时间，想必你已经想得很清楚，是以整个朱雀星所有修士的性命为代价，换取我仙彝族的灭族，还是按照我说的，彼此把朱雀星一分为2？我需要你的答案。云雀子平淡地说道。朱雀子眼中露出一丝疯狂，大笑道：我的师弟，以你对我的了解，你说我会如何选择？不如我们做一个游戏如何？你若赢了，这朱雀星送你何妨？但你若输了，你仙彝族就给我朱雀星所有修士陪葬吧。云雀子目光平静，说道：哦，说来听听。朱雀子狂笑，目中寒芒一闪，说道：修心之精在历代朱雀墓内，所有阴变期修士任意进入，如果你们最终没有取到，那么我就引爆修心之精，到时大家同归于尽。不是修真联盟来调查此事，灭了你仙彝族，便是那修心之精强大到可以笼罩你仙彝族，数万年来你仙彝族所有诞生之人，全部随修心之精灭亡。云雀子微微一笑，说道：修心之精内拥有所有修士的命魂，引爆此物，你身边的2个弟子也会陪你一同走一次黄泉。说完，他随意地扫了钱锋与柳眉一眼。钱锋听到此话，双目立刻露出一丝奇异之芒。他看了看身边的柳眉，柳眉此时秀眉更紧。老家伙隐藏得很深，这修心之精原来有如此作用。钱锋眼中露出一丝寒芒。生死由命，钱锋、柳眉，我给你2人进入朱雀墓内抽回命魂的机会。若是能抽出命魂，可以不死；抽不出来，不怪老夫。朱雀子说完，双手大袖一挥，头发无风自动，口中低吟咒语，随后喷出一口鲜血，一道红芒从他胸口闪现而出，化作一个心形的红色晶石。碎！朱雀子眼中疯狂之色更浓，狂吼道。那心形的红色晶石立刻其上出现阵阵裂纹，这裂纹越来越多，密密麻麻，好似随时可以破碎一般。在这一刻，整个朱雀星上所有修士，无论身在何处，无论身在何地，无论正在做什么事情，甚至一些早年便已经离开了朱雀星，但修为尚未突破问鼎的修士，全部都心神一震。上至6级朱雀国，下至1级修真国，甚至所有朱雀星上的凡人，均都是脑中一阵刺痛。这种刺痛来自灵魂深处，无法抵抗。即便是一些修炼魂魄的修士，也只是可以缓和此痛，但却无法阻止。正在逃遁中的修士，正在疗伤中的道者，正在茫然中不知该如何面对这场战斗的修真者，此刻毫无例外，全部感受到了那来自灵魂深处的痛。这种痛，好似多一分便可使人崩溃，好似多一息便可让人疯狂，好似多一丝就可让人立刻死亡。凡人中，上至皇族，下至百姓，所有人，此刻朱雀星上的所有人，均都身子一颤。这种痛不分身份，不分凡修，只要是在这数万内诞生的生命，均都逃脱不过。除了人类之外，整个朱雀星上所有的植物，所有的动物，所有的妖兽之流，此刻那种随时可以死亡的阴影，好似天地崩溃一般的恐慌弥漫心间。在朱雀大陆上，那些正在向着朱雀山赶去的仙彝族人，此刻也纷纷如此。他们的感受虽说较弱，但却仍然有一种好似命运被人抓住，一捏之下便可疯癫的错觉。修心之精的强大超过了所有人的预料，即便是朱雀子也同样感受到了那股死亡的寒意。在这一刻，他忽然有些明悟，原来修真联盟赐予的修心之精是这样。这一刻，追击之人不再追击，逃遁之人不再逃遁，整个朱雀星好似静止了一般，
剩下的便只是浓重的呼吸与深深的恐惧。云雀子同样感受到了这股刺痛，他面色微变，尽管早就有所猜测，但此刻却仍然心神一震。三祖更是花容色变，脸上阴沉似水，银牙紧咬。